江湖人称我3秒真男人。唉，不是我不行，是我真不敢乱提。谁让我命格奇葩，生来带着万中无一的天煞劳碌命，心口印着一个算盘咒印，只要停止劳作超过3秒，就会抽取我的寿元，直至爆体而亡。叶宁轩，第7峰的虎山灵珠难产了，快拿你的接生钱来！又来！算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让我安详的睡上一个时辰？我一把拎起铁钳，踹开柴门冲出去。怎么这么慢？不知道第7峰的猪有多金贵吗？那可是……活接了，灵石不够，猪仔的抚养费另算。不到1炷香，就冲到了第7峰灵兽圈。只见一头赤甲灵猪在泥潭里疯狂打滚，几个饲养弟子急得满头大汗。我拿着铁钳凌空跃起，双膝砸进泥潭，滑行至母猪腹部下方。闪开！都别动它！没看它胎位不正吗？这接生手法毫无章法，简直是胡闹！我没搭理他，我凭借多年练就的灵气直觉，将体内灵力疯狂涌入母猪体内疏通。给我！出来！只见小猪仔如炮弹般被拽出，周围人都看傻了。我满身泥污爬起来，低头一看，心口算盘咒印隐隐发热。工作结束，死亡倒计时重新开始。不能停。我扫视4周后，一把抓住刚才呵斥的内门弟子。你的飞剑沾了泥，需要保养吗？5块下品灵石，包抛光打蜡。不用了。不行！我强行夺过飞剑，用衣角疯狂摩擦，剑身爆发出刺目火星，剑气凌厉3分。这怎么可能？这杂役用破布擦拭的效果，竟然比剑阁的洗剑池还要好。我将擦得刺眼的飞剑塞回他怀里，顺便从他储物袋里抠出5块灵石，才感受到心口灼热再次退去。当我正准备去灵草原接活，突然凌云宗护宗大阵碎裂，天空裂开一道巨大黑色缝隙，一团血色光芒如流星般坠落，血光砸在距我不到10丈处，气浪折断灵树，烟尘散去。大坑中央趴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只见内门大长老邢无极胸口被贯穿，伤口附着幽绿火焰。是内门大长老邢无极。周围的弟子都吓傻了，不敢上前。我却盯着大长老飙血的伤口，像是看到了漏水的破水缸。濒死的邢无极猛地睁开眼，一把抓住我的脚踝，力道几乎捏碎骨头，缓缓从怀里摸出一个沾满鲜血的黑色储物袋，死死塞进我手里。帮我把这东西送到万劫当铺，绝不能落入天书的人手里，拜托。这位长老，不是我不想帮你。第一，万劫当铺远在10万里之外；第二，我就是一个杂役；第三，现在是申时3刻，我已经连续干了12个时辰的活。这种跨界快递，日落之后接单，要算3倍加班费。您这状态似乎结不起账啊！你看，你连定金都吐出来了。给，里面有我的全部身家。好，他们来了。话音刚落，邢无极眼中的光芒瞬间溃散，一袋金丹大能就此陨落。哎，大爷你别死啊！没签契约我怎么拿里面的钱？你这是属于强制消费！你这属于强制消费啊！但已经无济于事，我感觉到头顶的天空暗了下来，3艘巨大的黑色灵舟遮蔽了穹顶，灵舟上站着3个身披黑袍、戴着惨白无常面具的人。邢无极的气息消失了，他死了。东西呢？3人的目光死死锁定在下方手里捏着黑色储物袋的我身上。那小子是谁？没穿内门服饰，身上也没有半点像样的灵气biến动，手里还拿着一把给猪牵生用的铁钳。既然他碰了不该碰的东西，那就跟这群山猪一起剁成肉泥吧。各位好汉，我说这是一个送错地址的同城快递，我现在原路退回，你们信吗？他们没说话，回答我的是3道撕裂空气的惨白刀光，对着我当头劈下。要命了！
老子才刚结束上一单活啊！生产间的驴也没有这么连轴转的。我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极其熟练地抄起地上的生锈铁钳。下一秒，我不退反进，迎着那3道刀光冲了上去。只见刀光劈在泥地上，犁出3道深沟，烟尘散去。我不仅毫发无损，还正用斧柄当铲子，砍柴刀当镐头，疯狂刨土。旁边大长老的尸体也被摆放整齐。你在干什么？瞎呀！没看见我在起坟吗？死者为大，懂不懂规矩？有事拿号，去后面排队。哭丧面具男长刀直刺我的咽喉，我转身一砍，柴刀劈在石头上，刀背精准挡住刀尖，反震力将对方掀飞出去。我都说了我在干活，你非要往我工具上撞，碰瓷是不是？工伤我可不管赔的。阁下到底是何人？交出储物袋，我们立刻就走。我都说了，这老头把东西硬塞给我，就算是下了一单委托，在我的职业信条里，只要活接了，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我干完再说。我提溜着储物袋晃了晃，话锋一转，不过呢，我也不是那么死板的人，你们要是真想要也行，重新走个程序，你们雇我，让我把这个袋子交接给你们，怎么样？可以。你需要什么代价？第一，结清这老头欠我的入殓费和挖掘机人工费，折合中品灵石20块。第二，刚才你们劈坏了灵珠，损失费算100中品灵石。第三，我指了指对方腰间挂着的青铜匣子，那是阵法击扩吧？齿轮卡煞气了，把那玩意儿给我修修，算我免费赠送的售后无误。这锁魂玉内部布满自毁禁制，非本门核心人员触碰，瞬间就会爆炸，足以将方圆100里夷为平地。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高危项目。我一把将储物袋扔在脚边，大步走到无相面具男面前。少废话，赶紧解下来给我看看。只要是人造出来的玩意儿，就没有我尹宁轩修不好的。要是修炸了，我给你在这第7峰免费选个风水宝地，坑都给你挖好。无相面具男突然暴起，双手结印，夺命锁魂阵开！青铜匣子立马爆发出无数黑色煞气锁链，铺天盖地缠绕而来。暴力拆卸！你们这些外行人简直是在暴殄天物！我手中摸出一把细小铁锥，身体在锁链网中诡异穿梭，铁锥精准刺入灵气节点，锁链如被抽筋的蛇般瘫软消散。不可能！啊！我扑到无相面具男身前，双手如幻影般按在青铜匣子上，疯狂波动重组。青铜匣子内部传来齿轮咬合声，煞气奇迹般平静下来。好了，线路我给你重新排了一下，把抽魂模式改成了节能爆宝的灵气碎变模式，威力大了3倍，而且不会自爆了。不过有个小副作用。突然，青铜匣子爆发幽蓝色强光，恐怖的吸力锁定无相面具男及其2个同伴。你对他做了什么？哦，我刚才顺手把识别阵法也给重置了，现在他认我当主修人员。至于你们，在阵法眼里，属于需要被清理的煞气垃圾。售后服务已经完成，麻烦你们把账结一下。短短10秒钟，3个杀手被吸成干尸，青铜匣子乖巧地飞回我手里。我嫌弃地用抹布包起匣子塞进怀里，搜遍干尸一无所获，一脚踢翻尸体。接活不给钱，死后必倒悬。刚骂完，心口算盘咒印又开始发热，停工太久，诅咒苏醒。我的目光落在了那个黑色储物袋上，绝对是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于是我盘腿坐下，掏出骨片、镊子、铁锥，开始疯狂解密。就在这时，远处数十道剑光划破天际，凌云宗执法堂首座赵无极带人包围了现场。孽障，是你干的！我对外界充耳不闻，双手同时发力，一声闷响，刺目金光冲天而起，一个丈许长的巨大青铜剑匣破袋而出，剑匣上刻着4个大字：九天十地。突然，一道沧桑虚弱的神念冲入尹宁轩识海。汝便是唤醒本座之人。你这外壳腐蚀严重，起码3万年没做过防锈处理了。4个能量节点坏了3个半，漏气漏得比筛子还厉害。放肆！本座乃九天十地第1神兵孕育之所，
万界剑宗至高圣物。等等，汝在做什么？我掏出生锈铁锤，对准剑下凹陷处就是一锤。别吵吵，给你做板杆恢复。这块板子压迫到主灵脉线路了，再不敲出来，你最多再撑一炷香就得报废。几锤下去，剑匣内部齿轮奇迹般复纹，铜绿剥落，灵光流转，剑匣神念顿时惊骇不已。汝究竟是何方神圣？凌云宗杂役院编号9527，尹宁轩。你这伤势属于史诗级大修项目，给你打个8折，1000块极品灵石，包修好。不料此时半空中，赵无极私下伪装，杀机毕露。大胆狂徒！众执法弟子听令，就地格杀，夺回宝物。数十名执法弟子结成绞杀剑阵，化作剑刃风暴绞杀而来。我抬头看剑光，又低头看剑匣。喂，大铁壳子，雇主找上门要命了！你要是不把你藏的好东西交出来，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要是现在不签劳务合同，我可就罢工了啊！我这一停手，你这罪一口气可就彻底散了。本座同意，只要汝能助本座重塑剑身，再现9天10地之辉，本座愿奉汝为修理总管。成交，契约成立。暗刃划过我手心，鲜血被吸收，一股庞大的契约之力将我和这个破烂剑匣死死绑定，不是认主，而是终身强制维修售后协议。我心口的算盘咒印兴奋地轰鸣，反哺出精纯的劳碌灵气。漫天剑雨绞杀而至的刹那，我双手扣住剑匣底部的凹槽，青筋暴起，硬生生将重达数万斤的青铜剑匣抡了起来。全自动破烂盾牌启动！密集的金铁交加声响起，执法弟子的全力一击刺在剑匣上，连白印都没留下，反而被护体灵光阵的口吐鲜血倒飞而出。看着执法弟子全军覆没，我将剑匣重重砸在地上，震得第7风抖了3抖，再探出半个脑袋，露出质朴的微笑。这位长老，维修正地，闲人免进，想要硬闯，得先交误工费。半空中的赵无极看着自己精心培养的执法堂精锐被一个杂役用一面破铁匣子瞬间震飞，气得目眦欲裂。废物，一群废物！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手到擒来的灭口任务，却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平时像野狗一样在宗门里到处给人干活的杂役，竟然藏得这么深。本座不管你用了什么妖法，今日你必须死！赵无极不再留神，金丹7中期的恐怖修为轰然爆发，他双手疯狂结印，悬浮在他脚下的那柄烈焰巨剑瞬间迎风暴涨，化作一柄长达10丈、燃烧着黑红色业火的恐怖巨刃。凌云绝杀，焚天一剑！随着他一声怒喝，烈焰巨剑带着将空间都要烧塌的恐怖高温，犹如一座从天而降的火山，朝着我和青铜剑匣狠狠劈下。这一剑的威势，甚至将周遭数10丈内的空气瞬间抽干，形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空地带。大坑底部的我感受到头顶传来的致命威胁，脸上的肌肉剧烈抽搐，一巴掌拍在青铜剑匣上。我尹宁轩可不是那么容易死的。喂，大铁壳子，你刚才吸了我那么多血，该干点活了吧？再不出手，咱俩今天都得变成烧烤。本座的能量节点尚未修复，灵脉断绝，只能勉强开启第1层防御法阵的1/3，而且需要你提供海量的物理动能来激活它。物理动能，早说啊！这我说。我双眼猛地瞪圆，体内心口处那算盘咒语疯狂反哺的劳碌灵气，在这一刻被我全部调动起来。我没有后退，反而一步跨出，双腿微分，摆出了一个扎实的马步。紧接着，我双手握拳，犹如雨点般疯狂地捶打在青铜剑匣的侧面。欧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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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绝对是修仙界史上最诡异的防御方式。我完全抛弃了任何高深莫测的法术直觉，纯粹是在用最原始、最暴力的打铁手法，以极其恐怖的频率敲击着剑匣。每一次捶打，都蕴含着我常年劈柴断铁、捣药所练就的极致寸劲。这种肉体力量产生的庞大物理震荡，竟然真的硬生生地激活了剑匣内部那枯竭的防御阵纹。就在焚天巨剑距离我的头顶不足3尺的刹那，青铜剑匣表面猛地亮起了一层古朴深邃的玄黄色光照，巨剑斩在光照上，爆发出一团宛如烈日般刺目的强光。恐怖的冲击波化作肉眼可见的环形气浪，将方圆100丈内的泥土、岩石，甚至大树连根拔起，通通掀飞到了半空中。第7峰的山头硬生生被削平了3层，光芒散去，赵无极悬浮在半空中，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中满是不可思议。我这足以秒杀同阶修士的绝招，竟然被挡下来了。尘埃落定，大坑中央，我依然保持着打铁的姿势，双手通红，青筋暴起。面前的青铜剑匣虽然安然无恙，但那层玄黄色的光照却已经布满了裂纹，显然撑不住下一次攻击了。这破玩意儿减震系统太差了，震得我胃酸都快吐出来了。如果不是天煞劳碌命的诅咒，在生死关头强行榨取了我的潜能，我早就被震成一滩肉泥。就在这时，异变再次发生，一道微弱却极其纯粹的白色盾光突然从凌云宗主峰的方向跌跌撞撞地飞来。那盾光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在半空中剧烈摇晃了一下，然后直直地朝着我所在的大坑坠落下来。一个人影重重地砸在我的脚边，扬起一阵尘土。那是一个穿着雪白长裙的少女，容貌清冷绝世，但此刻白裙上沾满了大片触目惊心的血迹，左肩被利器洞穿，伤口处萦绕着幽绿火焰。圣女，凌云宗当代圣穆清寒，宗门千年难遇的冰灵根绝顶天才。他艰难地睁开双眼，视线模糊中看到了一个背着巨大青铜剑匣、满脸泥污的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裤腿，说道：“救我，带我离开这里。赵无极，岸边。”看着腿上的血手印，又看了看半空中已经完全陷入癫狂状态的赵无极。大姐，你看看现在的局势，你觉得我像是有能力救你的人吗？我知道一条只有历代掌门才知道的秘密下山通道。只要你带我出去，我给你一座小型的下品灵石矿脉。一座灵石矿脉？对于一个月只有2块下品灵石月俸，还经常被克扣的底层杂役来说，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般的诱惑。更何况有了这座矿脉，我就等于接下了一个超大型的长期挖掘工程，足够我压制诅咒好几个月了。灵石矿成交！我毫不犹豫地将穆清寒像扛麻袋一样扛在了左肩上，右手一把抓住青铜剑下的背带，硬生生地将其背在了背上。大铁壳子，指路的活他接了，现在咱们得跑路了。给我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底部的推进阵法上。本座是神兵剑匣，不是飞行法器。底部的那个叫流云御风阵，是用来增加剑匣出剑速度的。管他什么阵，能喷气就行。给我开！我不由分说，直接一巴掌重重地拍在剑匣底部的某个隐秘节点上。此时，半空中的赵无极已经凝聚出了第2道更加恐怖的黑色剑光。你们全都完了！封山大阵！随着赵无极的怒吼，整个第7峰四周升起了一道道厚重无比的灵光屏障，将所有退路彻底封死。哼，想封我？你是不是忘了第7峰这破阵是谁天天维护的？我常年在这里打扫修补，这封山大阵哪里灵气淤堵，哪里阵盘松动，我比布置这阵法的长老还要清楚。走起！我体内的劳碌灵气不要钱似的灌入剑匣底部的流云御风阵，一道肉眼可见的青色气浪从剑匣底部喷涌而出。在庞大的反作用力下，我扛着圣女，背着重达数万斤的剑匣，整个人犹如一枚出膛的炮弹，以一种极其不符合空气动力学和修仙常理的诡异姿态，斜斜地向着天空中最薄弱的一处阵法屏障撞去。
不自量力。眼看就要撞上那层坚不可摧的光幕，我突然从怀里掏出了那把生锈的铁钳。右侧35度，灵力节点松脱。在即将相撞的千钧一发之际，我手中的铁钳犹如毒蛇吐泻，极其精准地夹住了光幕上一个并不起眼的阵法节点，然后猛地向下一拽，就像是拔掉了一个巨大的浴缸塞子。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封山大阵光幕，竟然在那个节点处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仅供一人穿过的灵气真空大洞。我扛着人背着匣，精准无误地从那个大洞中穿透而过，瞬间冲出了第7峰的封锁范围。而在我身后，那个被破坏的节点瞬间引发了阵法内部的灵气紊乱，整个第7峰的封山大阵在赵无极那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轰然自爆。恐怖的能量风暴不仅将他的那道黑色剑光炸得粉碎，更是直接将他整个人掀飞出去了数十里，生死不知。狂风呼啸，云海翻腾，我背着沉重的剑匣，扛着昏迷的圣，在这片陌生而广袤的天地间自由下落。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自己足足干了10年苦力，此刻却已经化为一片火海的凌云宗。造孽啊！我上个月给炼丹房修炉子的工钱，他们还没结清呢。我深吸了一口高空中冷冽的空气，感受着心口处暂时安静下来的昼夜，嘴角勾起一抹无奈又疯狂的弧度。不过算了，万界当铺的快递订单加上护送圣女的 VIP 专线，这趟活儿正式开工了。距离凌云宗数万里之外的幽暗密林中，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撕裂了夜幕。一个重达数万斤的青铜物体，犹如一颗天外陨石，斜斜地砸穿了10几棵需要3人合抱的古树，最终在一片泥沼中砸出了一个深达数丈的骇人巨坑。一只满是泥污的手从坑底的烂泥中伸了出来，紧接着，我犹如一具诈尸的活鬼，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背上那个巨大的青铜剑匣，此刻正冒着刺鼻的黑烟，底部的阵纹彻底暗淡无光，显然是动力系统已经全面瘫痪。大铁壳子，这就是你说的平稳着陆？我的5脏6腑都快被你震出黄岛了。本座3万年未曾运转，阵法中枢严重老化，能飞出这么远，已经是奇迹了。汝这庶子，竟敢在降落时强行拨弄本座的反推阵盘！我不拨弄能行吗？前面就是一座大山，不强行转向，扣都扣不下来。我转身走向泥坑的另一侧，蹲下来看了看躺在一旁的圣女穆清寒，再伸手探了探穆清寒的脉搏，经脉断裂12处，灵气外泄严重。这哪是受伤，这根本就是主管道爆破加大面积漏水。因为暂时停止了体力活动，我心口的算盘咒音又开始发出那令人烦躁的声。于是我拍了拍穆清寒的脸颊：“喂，大客户，醒醒！你这毒已经深入灵气循环系统了。我虽然是个万能杂役，但那是物理层面的修理。你这属于生化污染，得用高阶清毒丹药洗胃。你身上带钱了吗？”朱姐在逃亡时碎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身无分文。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不再管他的冲动，转头看向四周的密林，凭借着超强的方向感和对气味的敏锐嗅觉做出了判断。前面30里3不管地带。大铁壳子，你看着他，别让他没了。我去前面的黑市找点活干，顺便赚点医药费。汝要把本座留在这个荒郊野外？本座乃9天10地第1神兵。闭嘴！你现在除了沉，没有任何防御力。再逼逼，我就把你当废铁卖给黑市的炼气铺。我头也不回地扎进黑暗丛林中。黑鬼市是修仙界最臭名昭著的地方，没有任何规矩。街道两旁点着幽绿色的明火灯笼，摆摊的商贩大多用黑布蒙面，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煞气。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这条街道。
用布满血丝的双眼疯狂地扫视着每一个摊位，寻找能够消耗体力的活。然而，黑市的人都极其警惕，面对我这个突然冒出来、毫无修为还满嘴跑火车的疯癫杂役，大都选择拔刀驱赶。不到半个时辰，我心口的算盘咒印已经烫得像一块烙铁，拨出的声音甚至连周围的人都能隐约听见。我的脸色惨白如纸，额头上的冷汗如同瀑布般滚落。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住时，一股极其浓郁却又夹杂着焦糊味的药香飘入了我的鼻腔。我猛地转过头，只见在黑市最繁华的十字路口，有一座3层高的奢华楼阁，楼阁前摆着一尊巨大的紫金炼丹炉，几个穿着锦缎长袍的修士正满脸傲慢地将一筐筐黑乎乎、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废弃丹药从楼阁里抬出来，随意地倒在旁边的臭水沟里。这是中州丹王世家药家的产业。听说药家的大少爷药尘正在里面炼制地阶灵丹紫气东来丹。别想了，药家的人宁可把废丹倒进水沟里喂癞蛤蟆，也不会便宜我们的。废丹在我眼里就是没加工完的半成品，就是堆积如山的工作量。都给老子让开！我撞开人群，冲到抽水沟旁，直接赤手空拳地抓起一把废丹，一边捏碎闻着气味，一边破口大骂：成色发黑，火候过了3成，质地松散，凝丹时灵气输送不稳，里面还夹杂着没融化干净的寒星草残渣。这他娘的是哪个外行炼的？简直是糟蹋原材料！此言一出，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死人的眼光看着我。那几个正准备转身进去的药家修士猛地停住了脚步，为首的一个管事转过身：哪儿来的野狗，敢诋毁我家少主？这活儿我接了。我猛地站起身，反手从腰间扯下一块破布，然后铺在地上，将臭水沟里的废丹疯狂地捞出来，全部堆在破布上。管事拔出腰间长剑，猛地出鞘，直刺我的后背。一声脆响后，却在距离我后背半寸的地方停住了。我没有转身，只是伸出左手，掏出一把生锈铁钳，把长剑断成了2截。药家管事惊骇欲绝地看着断成2截的剑，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这短暂瞬间，我已经将满满一包废丹用破布包好，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把打铁锤。今天就让你们这群连烧火都不会的公子哥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洗煤技术！我双腿微屈，心口处算盘咒印将一股狂暴至极的劳碌灵气注入我的4肢百骸。给我破！我双手握住打铁锤，对准地上那个包裹着废丹的破布包狠狠地砸了下去。整个黑市的地皮都随着这一锤剧烈地跳动一下。所有人都准备看我笑话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块看似一扯就烂的破布，在承受了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后，竟然没有丝毫破损，反而一股极其浑厚纯粹的灵气，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嗤嗤声，从破布的缝隙中喷涌而出。此时阁楼2楼上，药尘猛地推开窗户，满眼不可思议：这是什么手法？锤击法！他竟然在用物理外力强行剥离丹药中的杂质。但废丹内部的火毒和灵气早已彻底纠缠死锁，这种强行锤击绝对会引发灵气熏爆的。爆！在老子的锤子底下，没有东西敢随便爆！我手中的铁锤化作一片残影，犹如狂风暴雨般倾泻在那块破布上。80！每砸一锤，嘴里就爆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字。每一次锤击都能将废丹中那一丝多余的火毒震碎，然后通过那块破布给过滤出来。连续108锤。当我停下手里的动作，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时，我周围的地面已经被震出了一圈蛛网般的裂纹。我抹了一把满是汗水的脸，上前小心翼翼地解开了那块被火毒熏得滚烫的破布。一道刺目的紫色灵光冲天而起，浓郁到几乎要化作液态的药香瞬间席卷了半条街道。破布中央，原本那一堆焦黑发臭的废丹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3颗龙眼大小、通体晶莹剔透、表面流转着3道紫色云纹的绝世灵丹。紫气东来丹，而且是极品成色，生出了3道丹云。我小心翼翼地捏起一颗极品灵丹，放在眼前仔细端详了一下，满意地点了点头。虽然火候还是差了点意思，但用来修补那女人的经脉应该足够了。我将灵丹揣进怀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抬头看向2楼那个目瞪口呆的药家大少爷。喂，上面的那个外行，这活我帮你干完了，变废为宝，手工费加上技术入股，剩下的这2颗极品灵丹归我，算是抵消你们乱扔垃圾的罚款了，没意见吧？放肆！
杀了他，不惜一切代价，把那3颗极品灵丹给我抢回来！绝不能让这等侮辱我药家门风的妖孽活在世上！随着他一声令下，隐藏在楼阁四周的10几名药家暗卫瞬间现身，手中握着淬着剧毒的灵气，从4面8方朝着我扑杀而去。面对10几名金丹期高手的围剿，我却没有丝毫的慌乱。我心口的算盘，因为刚才那场极致的洗眉劳作，此刻正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饱腹状态，疯狂反哺着我。既然你们不想结账，那就别怪我搞强拆了。我把手中的铁锤在地上猛地一磕，铁锤那粗壮的锤柄竟然从中裂开，一把细长、闪烁着幽冷寒光的锯齿状工具被瞬间抽出。左前方，防具灵力节点在护心镜边缘，右侧，法器剑身重心偏移寸许。大修，开始！一声金属切割声炸响，冲在最前面的药家暗卫手中，长刀被我的破甲锯切入刀柄与刀身结合处。你这刀的榫卯结构太差了，防震垫片都没加，这叫不合格产品。话音刚落，长刀断裂，断刃倒飞，扎进暗卫肩膀。我一脚踹翻一个暗卫，将其当沙包砸向另外几人。短短不到半盏茶，10几名金丹期暗卫全部躺在地上哀嚎，手中法器、身上铠甲全变成零件碎片。这怎么可能？上面的那个外行，你的打手质量太差了，连个能让我出点汗的都没有。再不拿点干货出来，我可要去砸你的炼丹炉了啊！此言一出，周围看热闹的散修们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这时，一道犹如惊雷般的暴喝从阁楼深处传来：“是药家的太上长老，元婴中期的老怪物！”我只觉得双肩一沉，仿佛背上了2座大山，心口的算盘咒印开始疯狂预警。该死，玩脱了！元婴期的老怪物可不是靠拆2件法器就能对付的。我右手悄悄摸向了腰间的破布袋，掏出几张我在凌云宗画的土遁符。就在那股元婴期威压即将把我碾成肉泥的千钧一发之际，天空中原本昏暗的浓云突然被一条100丈长的巨大水柱冲散，然后狠狠地砸向了药家的楼阁上。楼阁瞬间被砸塌了半边，所有人都被这如同神罚般的天灾给震慑住。只有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从天而降的水柱中夹杂着一股海腥味。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我耳畔突兀地响起，我猛地转头。这位小兄弟手艺不错啊。你谁啊？刚才是你放的水。老朽不过是个替人管闲事的糟老头子罢了。小兄弟，我看你刚才那一手去伪存真重塑本源的手艺相当利落，不知道你接不接大工程？大工程？多大的工程？先说好，难度太低的我可不接。还有，我这人收费很贵，而且从不接受白条。这活极度危险，之前去干这活的人，包括3个元婴期巅峰，都已经尸骨无存了。刺激！这活工作量极大，你需要疏通的不是一根管子，而是一方天地的眼。完美！我就喜欢挑战极限。这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10倍于此的报酬。我连忙接住，那是一颗拳头大小、通体湛蓝的极品海灵珠。海灵珠，而且是极品中的极品，这一颗抵得上凌云宗1年的总收入了。我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眼前的蓑衣老头，终于反应过来了什么。金色的树筒、海灵珠，还有刚才那从天而降的海水。你是东海的？东海海眼突发异变，不知道从哪里涌出的恐怖煞气，堵塞了海眼的灵气循环。如果再不疏通，不出3天，东海之水就会倒灌入陆地，整个修仙界的东方大洲都将化为一片死海。我们试过用蛮力轰击，试过用阵法化解，全都无济于事。那煞气仿佛与天地灵脉为为一体，强行破坏只会加速海眼的崩溃。老朽刚才路过此地，看到你拆卸法器时那种剥茧抽丝、精准无比的手法，或许只有你这种凡人的物理手段
才能避开煞气的灵力反噬。这可是拯救苍生的大活啊！怎么样，接不接？废话，这种肥差不接，我怕遭天谴。不过我得先去带上我的工具，还有我的2个拖油瓶。